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川普会强烈回应啊。那么我们今天刚才晚了一点啊，是因为我在整理川普的回应。当然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川普政府的回应，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啊，那么美国不会缺席啊，所以我一直在等川普的回应。刚才看到川普的回应，所以晚了几分钟啊。先讲一下川普的回应。川普他是这样说，他说：“你看看香港，那是扼杀，绝对是扼杀香港的自由啊。”然后他说：“鉴于中国对香港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国对香港已经不是一国两制。”已经是一国一制，我已经指示我的行政部门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那么我们的川普是这么说，他说我们的回应会很强烈，我们的回应很有意义啊。他说他现在指示的主要是4个方面啊，就是他的回应。第一，取消香港的特殊的关税地位；第二，改变香港的旅游警示；第三，出口管制啊，取消原来因为香港特殊地位啊所拥有的这种出口的自由，那么采取和中国一样的出口管制。这个其实昨天的新闻已经有了啊。第4个制裁直接或者间接危害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啊，大概是这4个方面。这4个方面其实美国政府在之前已经陆陆续续的讲过。那么现在这个川普在讲话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之前讲的这些付诸实施啊。那么我相信是这样。川普总统的最大的优点，这就是川普总统最大的优点，他说了的一定做到啊，这个是没有疑问啊。而且我们从他当总统以来到现在为止，他都是这么做到的。所以我相信他讲的这4点，包括玫瑰园讲的那些啊，都会陆续实施啊。那么这是美国政府川普总统的一个回应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因为川普总统的这番讲话，其实把我们之前对美国的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全部澄清的非常的清楚明白。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中间有一个波折，什么波折？就是杨洁篪和蓬佩奥的会面啊。杨洁篪跟蓬佩奥的会面让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大家有所疑虑啊。疑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人会怀疑，包括我都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美国在香港问题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当然是因应几个因素的影响，但从今天川普的表态来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美国政府的立场没有因为川普和杨洁篪的会面而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往前走的了啊。所以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次会面没有起到很决定性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正式的回应了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的这个行动啊。那么另外我们再讲一下港版国安法它的颁布过程是怎样啊。颁布过程其实是分2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大常委会，第2个部分就是习近平啊。先说习近平这部分，习近平他颁布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那么主席令是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20年6月30号，这就等于是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了啊，这是新闻一啊。新闻二，人大常委会的这个立法完成这个立法过程啊，我也跟大家交代一下啊。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3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2次全体会议和第3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闭幕会议。会议完成了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啊。程序一，30号上午，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啊。常委会组成人员162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是第一个程序。程序一，表决通过。程序二，2020年6月30号下午啊，是刚才讲的是上午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啊。常委会组成人员163人，比上次上午多了一个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括弧草案）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字，我们都要把这名字记下来，做了说明啊。这是程序二。程序三，2020年6月30号下午，常委会第20次会议进行闭幕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63人出席会议。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啊，这就是，然后就是闭幕会议。闭幕会议是由这个委员长栗战书主持，郝明金副委员长主持第3次会议啊，我都要把这名字念下来，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川普总统说不是要制裁吗？可以制裁这些人啊。我读一下，我一定要读一下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耀耀、吉炳轩、艾立根、伊明巴海、万鄂湘、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忠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啊，这些人完成的立法程序啊。如果要制裁，可以考虑这些人啊，这些人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啊。好，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香港这个老房子给点着了啊，这把火会烧下去，会烧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3点可以肯定。第一条，中共在香港将付出香港本身议题更超出香港议题本身的政治代价啊，而且这个代价会沉重的打击中共，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香港人不会屈服，会继续抗争。中共在香港会失去民心，失去管制香港的基础，香港会成为一个警察城市，它只能依靠暴力镇压才能维持的一个城市啊，这是第二。第三，作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外汇来源，香港将会失去中国集资的这种功能。为什么？因为它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保不住，中国将无法维持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我其实之前一直想讲，但是这一天没来我都不能讲。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哈，有一段时间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将会一次性的把人民币贬值，否则人民币维持现在的汇率水平会掏空中国经济。为什么？我们慢慢走着瞧，好吧？这就3点，我认为是现在这个3点是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好，后续第一，7·1大游行肯定会发生，虽然政府不批禁止大家游行，但是这违反香港的法律啊，所以香港人会在这一天继续游行抗争，这是第一。第二，香港众志和香港民政解散。那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众志的黄之锋、罗冠聪、周挺和敖卓轩4个人先后宣布退党，然后几个小时之后香港众志宣布解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香港民族阵线宣布解散，遣散所有香港地区的成员，海外分部则继续运作目前香港民族阵线在台北和英国都有分部。民政表示，今天不是终点，甚至只不过是上半场，未来的抗争的重心会移到海外这是第二个香港众志和香港民政解散，这2个是主要的。其实香港的抗争，这两个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实香港市民的抗争并不依赖这2个组织这2个组织起了非常先锋的作用，这个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就算这2个组织不在，香港人的抗争也不会停止为什么？其实香港从去年送中到现在没有大牌，没有人在那振臂一呼想云者响应，没有。黄之锋也好，像他们几个主要的人也好，他们起到的是什么？起到的是这个带领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就说这件事情，特区政府一直在找谁是组织者，但其实没有组织者然后就是我讲的这几个大目标，一个是黄之锋，一个是黎智英一传媒的负责人就是老板黎智英，传言说这个港版国安法过了之后呢，就会抓黄之锋跟黎智英这是一个传言当然我是觉得中共要做这件事情除了愚蠢和蛮横之外没有其他的表示为什么？你法律刚过，法律有追诉期吗？任何正常的法律都没有追诉期，你凭什么抓别人？对吗？那么还有一些组织，像学生动员民间集会团体等等这些团队这些组织现在都开始考虑他们的怎么样的按后续的安排这是后续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续是什么？就是各国开始救援，对香港的这些反抗的这个学生等等开始进行救援。英国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宣布经过几个星期和加拿大、美国、欧盟、英国各方的会谈，鉴于香港人权日益恶化，那么即日起正式启动国际救生艇 International Lifeboat Campaign 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什么？就是救援香港的年轻人和香港这些抗争的人士那么这几个国家的反应是这样：加拿大这边香港监察正在和加拿大政府密切联系，推动青年人才计划计划可以互补英国政府的 BNO 政策中的弱点。大部分示威者和抗争者都是年轻人
但是1997年之后的出生的香港人没有 BNO， 所以青年人才计划可以确保年轻人受惠这个国际救生艇国际救生艇。美国香港监察已经和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接触支持通过香港签证的法案，就是 US Visa Bill 那个可以使得香港人更容易申请庇护及居留。这是美国。欧盟香港监察已经说服欧盟议会认可制定这个国际救生艇政策，目前正在和欧盟成员国合作，鼓励政府参与这个计划。这是欧盟。英国香港监察经继续与英国政府内政部密切合作，确保 BNO 新签证政策得以实施，扩大 BNO 权利，最终获得平权这是英国。那么香港监察是2017年12月成立目的是为了监察香港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情况，促请中国和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那么彭定康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今年6月份加入香港监察这个组织，成为赞助人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蔡英文总统6月30号在推特上贴文说，中国曾经承诺香港50年不变，今天港版国安法的强行通过，不仅代表中国罔顾香港民意，背弃承诺，更证明了一国两制的不可行。他在脸书上说，我们希望香港人民可以继续坚持他们所珍惜的自由和人权。台湾已经启动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对于需要协助的香港人民将提供便捷的服务以及基本照顾。我们原港专案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将在明天正式运营，因应变局，台湾将不分政府民间共同协力，给予香港人民最坚定的支持。这就是后续后续。那么这个后续我们当然非常感谢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雪中送炭雪中送炭，也非常感谢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民的支持和援助。那么我也希望在香港所有的人平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想说几句话。香港人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理念，他们坚持抗争，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一直走到今天。很多香港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很多香港人失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职业和他们的事业。香港我们原来共有的家园已经被人占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其实我今天的标题是香港至暗时刻到了，这是我今天的标题。但是后来有川普总统的回应，我就改了。但是就算香港至暗时刻来了，我也希望香港的人民不要放弃希望，仍然要保持希望，保持对生活的热情。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互相支持，互相取暖。就算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仍然拥有彼此，我们仍然能够成为真正的香港人。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香港人的精神
会在世界各地开花落叶，开枝散叶。我们会在世界各地彰显香港人这种不屈的精神和他们值得世界尊敬的人生价值。好，我继续把今天的专题讲完。今天专题没讲完。加油，香港人！全世界中国人都和你们在一起。加油，香港人！全世界人民都和你们在一起。好，我继续讲。我们就要这样很专业的。香港人，我觉得香港人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真的很专业，他们连抗争都做得很专业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好，习近平把香港点着了，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要讲讲习近平啊。202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这个“十三五”啊，第13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十三五”的计划肯定是完不成的了啊，有很多指标是达不到的啊。那么19大提出来，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你看看现在经济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任务也是完不成啊。当然，你可以把任务目标改一下，那你就完成。然后2020年是什么？2020年是这个20大，20大现在就开始准备了。20大召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去是留是个问题，能不能留下来，还是要离开啊？这是个问题。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新闻，国内也有很多新闻，几条政治新闻，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条，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4次会议。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这个会议呢我就不讲啊，因为这个会没太大意义，因为没什么意义。我要讲什么呢？就是他讲的一句话，我要读给大家听啊。他强调，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趁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句话就是习近平现在的调子啊！我要跟大家讲啊，讲这个，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不是说这个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开吗？政局常委会2次会议都没开吗？啊，现在政治局会议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6月29号开会，召开会议，审议了2样东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第二个，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这2件事都很重要。中共在军队搞党建，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最后的一句话是聚焦聚力备战打仗，这是第一个件事。第二件事情，2个条例啊，2个条例其实都有意义的。基层组织选举，基层组织选举是为什么？选什么？选党代表，要选党代表。为什么要选党代表？党代表要换届，换届之后要开20大，20大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选党的总书记。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权力啊，中共的内部的权力的转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他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2个啊，一个是军队党建，准备打仗。准备打仗的原因是什么？外部环境非常恶劣，中国跟西方翻脸，然后跟印度搓火，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形势，所以他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搞军队党建。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准备打仗就去部队搞军队党建，是意味着什么啊？那还是对部队不放心啊。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搞这个基层组织选举，基层组织选举最重要的选的就是党代表，党代表很重要，为什么要选总书记？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非常的关键的事情。那么中共20大2020年开，中央组织部宣布啊，公布一个数字，截止2019年12月31号，中共党员总数是9191是多少？9191万啊，9191万中共党员，然后比上年增加了132万。这2年中共发展党员已经有点像征兵了啊，就是说中共发展党员已经像征兵这样开始做了啊。那么中共的基层组织有468万个，比上年净增7万个，然后其中基层党委25万个，总支部30万个，支部412万个啊。中共的基层，中共的组织系统举世无双啊！中共在组织系统上花了非常大的资源和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在这上面。我经常讲，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基于两个错误啊。第一个错误是什么？第一个错误，西方国家通常会误判什么呢？误判高估中国的实力。就是高估了中国的实力，为什么？因为中共的宣传基本上是吹牛，那么吹牛什么都吹牛，什么都夸大其词，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第一个误判就是高估中国的能力、实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另外一个误判就是西方国家通常会低估中共的决心。中共的决心反映在什么地方？中共的决心通常反映它的组织上，它可以组织这件事情，倾全力去组织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领导的一个指令，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独裁而且非常有效率的系统，所以中共的组织系统非常厉害，它非常有效率的执行上面的意图，这个决心非常的大，所以呢。事情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你不小心的时候，中共就办到了你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他有足够大的决心，他愿意投入足够多的资源，他愿意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去实现他的领导想要的结果。这是西方国家经常误判的事情，就是觉得这里按照常理不应该这样啊，这样划不来啊，不对。中共的决心跟你所谓的常理分析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在香港问题上是反映的非常的明显，就是用常理，中共不应该在香港干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真干了，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还无法理解，就是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一个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第二个低估了中共的决心，就是这个后果。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在很多时候要做出准确的、正确的判断，前提是一定要了解对方啊，你了解对方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香港问题，香港问题从一开始我就说啊，香港是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的道理，就是你高估了他的实力，低估了他的决心，他真的要这么干，他的决心很大。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这两件事情其实有关联，有什么关联？香港议题，中共在香港议题上的决心非常的大，而且他真的按照他想要的做到了，这不符合常理，但是的确这是他想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将为此付出比香港议题更大的代价，政治代价，各种各样的代价，他都要付出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审视中国现有的时局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判断的依据开始要调整。
为什么？我们在此之前做的很多的预期啊，那都是预期。比如说，中美在香港议题上面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是个预期，但是这个预期现在发生了，所以我们很多参照系开始要调整。我今天其实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说我们原来讲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预判啊，这些预判现在我们开始要调整坐标系。一个要调整什么？调整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啊，中国的判断原来觉得不可理喻啊，那么现在它已经不可理喻了，那么对中国的判断现在要开始调整过来。第二个，对中国的处境开始要调整过来，因为之前所有的人啊，包括美国、包括欧盟、包括英国啊，他们都是在警告，不能这么干哦，这么干会有后果的哦。所以呢，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冲突或者对峙处于一个对峙状态，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这枪北京已经我们其实大家把我们的视频的标题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进程其实很清楚的，咔扣动扳机，然后子弹出膛啊，子弹现在已经出膛了，打了啊，中共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后面的枪就会响起来的了，那西方国家的枪也会跟着响起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判断外部世界，我们现在判断外部世界的这个参照系就要调整过来，就是打响了，所有一切已经回不了头的了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开始调整我们的判断的参照系，好吧 ？OK，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再提醒一句啊，就是请大家帮忙点赞啊，我们最近需要点赞，也提醒大家这个。就是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吸粉很厉害。还有就是分享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网友看到我们的信息啊。好，就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点：第一，问题；第二，观点；第三，情况，好吗？现在我们进入互动啊，明谢一下。穗禾 Dollut 谢谢Y2 杨一谢谢 Isaac E 谢谢，请问今晚可以延长吗？请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南澳的12点，谢谢王老师。贝拉瑞谢谢 Little Lamb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希望王先生身体健康。今天节目晚了几分钟，就是担心您生病了。我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TL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菊花茶。上了一下推特，王老师教那个大杀四方火力十足，消消气。不会的，放心吧，我仍然火力十足啊，谢谢啊。陈 VN 谢谢，暴雨声中雨过天晴。愿更大的良善、勇气战胜邪恶，谢谢。Yukiko Kajita 谢谢。Burke 张谢谢。Sophie 萌谢谢。产 Claudia 谢谢。Little Potato 谢谢。Daniel 梁谢谢。谢谢王老师的坚持。天佑香港谢谢。生如夏花 Melody 谢谢。感谢王先生的一如既往引人思辨的节目，泪流满面，替为自由流汗流血的人们祈祷。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能放弃希望。Gopunse 谢谢，谢谢你王先生的支持，谢谢你。Mike 朱谢谢。Santogen 谢谢。阮光能谢谢。Crane 谢谢。郑勇谢谢。云在青天水在平城谢谢。情况依然是冠希谢谢。虽然王先生说过不要给香港人出主意，
但是我还是想要在这个呼吁一下，香港人能走的走，快走。想想臭名昭著的一夜建起的柏林墙，随着离开的香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终有一天 CCP 会一夜封港，到那个时候就是一夜生死。走不了的就赶紧把钱转到国外银行。我也呼吁啊，能走就走，能走就走啊。情况，香港今天市面上平静的令人心碎，多数市民道路已幕，潇洒无言。反中资云集的中环写字楼办公，电梯里遇到3个国企员工眉飞色舞的谈国安法，提到总部准备扩张业务，要租下整栋楼，楼里外资要像是整栋楼里外资离去空置的单位，公共场合毫无自营地大声交谈，和今天办公室里香港同事的哀伤沉默形成鲜明对比。人生中第一次明白了所谓亡国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完全揭开了所谓一国两制的真面目。香港点燃自己，警醒世界，如今到了落幕和解脱之时，再见。香港今夜我们一起度过，请记住全球关心香港人所流下的眼泪，保护自己，不要放弃，我们都在，我们都在。观点今天心情非常不好，很伤心，因为香港问题非常心痛。下午根本没有心思上班，打卡四川，永记今天历史会记载现在发生的一切，记载这些败家玩意儿是如何愚蠢，如何蛮横，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情况今天好难过，泪水止不住。想起31年前的北京，城市还在，精神已死；香港城市不在了，但香港精神永存。相信香港人的血和我们的眼泪不会白流。香港人加油！你们有我们，你们有世界。观点：港版国安法的正式推出，把香港和香港人推向了中国的对立面。从此，港人反对中共的运动不会停止。是的。观点刚刚看了黄志凤他们解散退出众志的声明，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是21世纪啊，恨。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很兴奋，幸灾乐祸。现在我不再把所谓的中国人民和政府分开了，中国人民在一起犯罪。我这2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顾炎武说的那句话，就是王天下。什么叫王天下？这就是王天下啊，王天下。观点：希望美国大力制裁。我不怕我的房子和钱消失不见，最怕的就是让外国认为我们妥协了。香港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无论手足走或留，各自抗争。观点：对1949年以来收留受难的内地同胞的香港，为内地各种天灾人祸温暖支援的香港，为1978年以来带头投资内地的香港，为31年来持续不懈纪念6·4的香港说一声谢谢。对所有善良正直爱中华的香港人道一声珍重。东方之珠永在我心。东方之珠永在我心。6月是特别的，31年前听到短波痛哭，但仍有幻想留下了。23年前亲身经历回归，在香港的1个星期尽量少睡，于清晨夜晚流连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见过警察换帽徽和见章时流下的泪。自由的空气让我们下决心离开。又是6月，身在加拿大为香港流泪。这个月还是我最爱的歌手的
生辰和足月。海阔天空，愿荣归香港。观点：什么爱人民的法一路强推，甚至不惜打碎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全票通过还不敢公布全文。背中国，因为那里还有家人。一直记得王老师的那句话：香港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英国的，不是哪个国家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就是香港人的，不是任何国家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不是英国人的，香港不是英国的，香港不是任何其他的，香港就是香港人，本来就是这样。愿天佑香港人。香港就是香港人的，不是任何的，不要跟我说什么主权。香港人在那里流血流泪的时候，这些主权在哪里？天问：习近平为什么做事总是出人意料？他不但摧毁了香港法治，同时也破坏了大陆人大的审议制度，加速通过一部法律。这个事情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事情，习近平为什么要做呢？对香港好吗？对大陆好吗？对他自己好吗？对世界和其他国家好吗？这件事情我可以说一下啊，人大的体制人大的体制其实不完备，或者说我们讲中国的国体不完备。中国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能讲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它的国家特征不完备它或者说我们可以讲，或者说这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因为它的国体不完备，很多制度不完备。为什么不完备？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共执政不认真他执政不认真，他没有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体完备起来任何一个国家其实他在建国初期都是不完备的，但是呢，他会通过这个国家的运行的过程，不断的把这制度修补让这个国家逐步的完备起来，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强大的凝聚力那么这个国家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国家特征，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但是中共建政到现在呢，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们在不断的在敲敲打打，把这个他自己建的国家一会儿拆掉重盖，一会儿反正一直在搞这种事，他没有认真的去修补一个国家的制度或者国家的这个特征所以中国的这个很多的特征都不具备其中有一个东西它是一直中共从它建政到现在都没有认真对待而且认真做的事情，就是制度建设。那么他建立的制度他自己不遵守，包括他自己建立的宪法他自己不遵守，他自己建立的制度他不遵守而且他是任意的扭曲各种制度所以这就是我们叫所谓的独裁的任性就在这里面。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这个国家制度不完备，然后他的制度不被尊重，包括执政者自己都不尊重他的制度。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人大常委会审议一个法律，他可以在这么短时间，你看他用了从5月28号
这个全国人大闭幕到现在6月30号，这中共总共只有1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法律的立法过程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说当然这是他自己建立的国家，我们其他国家不会去质疑他，但是我可以因为我是记者，我可以质疑他，因为用这种方式来通过一个法律意味着3件事。第一，他在摧毁他自己的国家，就是你这样去通过一个法律，意味着你可以这样通过任何一个法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个国家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价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通过一部这样的法律，用这种方式通过一个这样的法律，只能反映一点，就这个执政党实在是非常的无能和残暴问题，王先生，香港问题会导致西方国家采取承认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独立性，这会是对中共最有力的打击，是不是？但是现在的制裁没有提很多，只是英国提到有可能性。那香港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当然肯定首先会聚焦在香港那么聚焦在香港对这件事情采取回应首先回应现在是美国，那我相信后面像欧盟像英国都会做出回应那么这些回应我们刚才讲过，欧盟跟美国是有一个对话机制的那么他们会协调立场怎么样去回应，包括美国跟英国他们自己也有协调机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首先一条，西方国家会在香港议题上做出回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毫无疑问，在香港议题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抗的状态在这个对抗的状态对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系列的发展，这其中有一个议题就是台湾问题。其实呢，过去几十年，中国利用它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那么西方国家和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利益的交集，那么去遏制西方和台湾的这种关系但是如果中西之间的这种交恶的情况持续发展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毫无疑问会开展和台湾的关系来牵制中国，这个没有疑问，这个一点我就说你怎么去往前发展，我都不意外情况，学信网近期改版，查询学籍需要输入毕业学院信息，这样一来，被顶替的学生因为不知道顶替自己的人上了什么学校，就再也无法查到自己是否被顶替了。查询只有5次输错机会，我党完美的解决了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问题，非常无耻我建议7月1号下午2点开始，大家各自到港岛，从铜锣湾到上环主要干道上现身，衣着黑衣，不用带任何工具，亦不用做任何动作，只需要表态而来，给国际社会看看香港人心所向。情况，欧盟委员会已经就香港问题决定要在国际海牙法庭起诉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如果胜诉，那中国将会失去香港主权的合法性。我觉得走这条路比较靠谱，非常正确。这是真的吗？你说的这个，因为我还没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了，非常好。提问，请问王先生，如果中美继续脱钩，美国取消中国使用美元交易系统，美国这样做会否降低美元的地位？美国这样做不会降低美元的地位，为什么？美元的地位不可撼动，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的全球的金融体系是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下建立起来的，所以美元的地位不可撼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美国不会那么快的取消中国使用美元交易系统。为什么？这有很多原因啊，这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美国不会轻易取消一个国家使用美元结算的一个权利，是因为他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随便做这个决定啊。你比如说，他取消这个，原来他取消过伊朗啊，那么伊朗是因为联合国在制裁伊朗，所以他取消伊朗使用美元结算的这个系统啊。他也取消过这个俄罗斯啊，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啊，联合国有决议，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不会随便取消一个国家的这个使用美元结算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需要更多的政治进程来提供一个他道德上的支撑，他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他随便做这个事情，那不是美元的信用的问题，是美国整个的金融系统都不会被信任。美国为什么会被称为灯塔之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很多行动，他必须后面需要道德的支持，他不能任意妄为啊，这是美国的。如果美国失去了这个约束，那么全世界人不必这么看待美国，美国也就没有现在的地位，美国在很多事情上的话语权就会失去，所以他失去的会更多。川普总统其实他提出的美国优先这个口号会损害美国的这种地位啊，所以这也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专家学者不同意川普的这个口号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因为美国要领导世界，它需要有更多的道德力量啊，不完全是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啊，经济的力量，它更需要的是道德的力量。那么他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他没办法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如果他需要给自己道德的力量，他就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把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行为想得那么轻易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情况刚刚的消息，港版国安法北京时间11点在香港开始实施啊。王老师对香港的感情和议题相关报道有理有据又待申请，我周围的朋友都看，让更多的人了解是我们的责任。是的。提问：川普又要废欧记保荐，2月15日向最高法院申请撤销，若废止1140万民众加1200万透过白卡参加的民众将失去保险，想不通这样做对他个人、共和党以及他的选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欧记健保啊，对不起啊，我没有读清楚。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啊，我没有想太深啊，我还是想了一下，这跟川普的性格有关系啊。川普真的是他说过的他就要做，川普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川普讲过他要废掉这个奥巴马健保啊，那么他就真的要做。这就是川普的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他的一个也是他保持他信用的一个方法吧。当然他也要付出代价，所以我除了这个以外，我没办法解释。老实讲啊，在这个时候他来做这个动作，真的是怎么说呢？我其实我也没想通。我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就是川普要保持他的记录，保持他的信用记录啊，这是我的看法。情况：下午北京的同事在微信里告诉我，疫情还是蛮严重的，他家小区明天凌晨开始解封，他母亲那边10个社区全封，北京这次好像封了40个社区，他跟先生被大数据监测到
多次经过一个出过2个病例的市场，被要求在家隔离。目前要求中度风险的全部做核酸，他已经做了2次，不过都免费。另外，蔬菜肉价控制涨价了，至少1个月。北京东城情况还好，主要是西城就防控的很严格。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通过港版国安法，把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新华社晚上11点公布9800字的条文全部内容，香港政府已经刊宪，港版国安法今天晚间11时正式生效。观点，国内的人反对香港人不少，只是他们被洗脑了，从认知上、常识上与普世价值脱钩了，但是人性还在，希望和鼓励大家把世界角度的历史真相记录下来，供那些被洗脑的人看不同的观点，有朝一日能够拨开迷雾，看清一切。是的，我们不能放弃他们啊。观点，和大陆朋友说香港美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朋友说了一句，反正现在我们也没钱去香港 shopping 了，我没有任何回任何话。这就是大陆人80后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大陆人对基本常识、对政治的认知离觉醒、离民主意识还有很远很远很远的路要走。是的。观点，习近平在香港这件事情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独裁者的任性，而中国的政府体制在这件事情上也彻底地体现了对独裁者的任性无能为力。这件事情除了实际的严重后果外，对中国社会的心理影响，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能了解到信息，当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体制下巨大的不确定后，他们的心理的影响会是巨大的，影响深远。不要小看这些精英阶层的想法，当他们在国内国外利益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们不会无动于衷。我前面部分我同意啊，我同意，就是香港的这件事情对国内的精英阶层的冲击是蛮大的啊。我也有一些朋友也找我聊这个事情，但是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会有什么作为，我看不出来啊，我看不出来他们会有什么作为。但是我有一点啊，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来说，他们和中共的这种利益的关系绑得非常的紧。老实讲，他们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啊，所以老实讲，我对他们不抱太多的希望啊，我不抱太多的希望啊。观点，同意老师观点，能走就走。以香港人的专业精神，香港人无论到哪里，只要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就会再造香港奇迹。大陆后生仔一定一直为你们默默加油，我们不会忘记黄雀行动。每年6·4的维园演唱会，我们也要为留下来的手足加油。今天虽然是至暗时刻，但是黎明已经不远了。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手足注意安全，荣光归香港。谢谢大家。我是觉得，在这种时刻，任何的人都不要放弃啊，都不要放弃。我们还要保持对未来的期盼啊，做力所能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别闲着啊，不要只做看客，做力所能及的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只是一个转发，哪怕是一个点赞都好，好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感谢一直以来各位网友对我的支持，我也感谢就是特别是那些不管刮风下雨都来支持我的朋友网友你们对我的支持是我坚持做下去的原因，也是我坚持做下去的动力1年以来
这个我们一直走来，甘苦自知，但是我知道你们很了解我啊，我知道我们的网友对我非常的了解，因为你们真的很用心的关心我，所以我知道你们了解我，你们很清楚我的想法，我的思路，你们很清楚，所以我们之间没有隔阂啊，我很愿意我们一起走未来的路啊。我昨天跟一个网友也聊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心灵上的沟通啊。同样的，我跟大家也是相识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你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面，大家展露出来的这种心声，我们也是心心相印啊。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得到的最大的回报啊，这是我在做这个节目得到的最大的回报，就是你们啊，你们给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满足。我也希望我通过这个节目给广大网友提供一个心灵上交流的一个这样的平台啊。我也希望贡献我的认知，也希望贡献我的热情和精神啊，让大家有一些会心一笑的这种温暖，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我先明谢一下啊 ，Kim Lee， 谢谢，非常感谢。叶征，谢谢。好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大逃港》，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段，大意是那个时候深圳河上会飘来很多反绑的尸体，但凡有想闹事的，政府就会威胁说把他送回大陆，马上就老实了。江星云，谢谢。Blank 陈，谢谢。看到中共恶心的行为，真后悔当初入党。支持王老师做更好的节目，支持香港同胞，谢谢。赵理，谢谢。看了很多期，第一次发言，看到老师讲到加油香港，忍不住泪如雨下，支持香港。当年参加过89学运，香港31年来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纪念，他们是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看到当年的东方之珠最终成为历史，扼杀在中共的手里，痛彻心扉。一如既往的支持香港，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之路，谢谢。李梅，谢谢。好担心，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祈祷，希望明天维园不要成为第二个天安门。Ada Leon， 谢谢。李永作，谢谢。Glory to Hong Kong。司徒平，谢谢。中和阿伯，谢谢。于子，谢谢。Eagle X， 谢谢。天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外国，谢谢。Johnny Walker， 谢谢。Sean 长，谢谢。眼泪不争气的不断的滑落，我会记住今天，大家加油。王国平，谢谢。Joy 刘，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咖啡，我们一起祝福香港人。香港精神是华人的骄傲，是的。Law in Law， 谢谢。谢谢王老师，我们是回归那年到香港，深深爱上这个香港文化，真的是看到现在的香港想哭，心痛难忍。CC Lin， 谢谢。王老师加油，东方之珠永在我心。Kim Yam Yong， 谢谢，感谢王老师的直播，我们一起支持香港市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年多来香港年轻人为主的极力反抗，愿荣光归香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盼到荣光归来的依旧自由、依旧繁荣的香港。贝拉瑞，谢谢。金盛细腻格萨王，谢谢。请大家继续为香港发声。DK， 谢谢。叶问如果生在这个时代，也就没有咏春拳的发扬光大了。是的。Black Hawk， 谢谢。
JTL 谢谢。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港人在哪里，香港就在哪里。他们可以夺走你们的土地，可以夺走你们的生活，可以夺走你们的自由，但是无法驱散香港精神。我们在大陆祝福香港，中国应该仰视香港，仰视台湾，那里才有现代文明相符的中华之魂。愿荣光归香港，谢谢。Miss Four Rose 谢谢。王先生，我没有哭，但我心里很难过，很难受。自香港之后，中国在走向一个离自由和民主越来越远的道路。William 高，谢谢。在这个历史时刻，第一次观看专看王老师的直播，希望先生把这个节目办下去，谢谢你。Shirley 吴，谢谢。David Lu， 谢谢。Harry 冯，谢谢。Brian Mo， 谢谢。Jess Lee， 谢谢。天佑香港。Soji Okita， 谢谢。感谢王先生，注意身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见。